于是一只传信纸鹤飞去了破天峰，九无师伯很快就驾云朝破天峰而来。李长寿在丹房前等候，看九无师伯那满面春风的模样，李长寿的心情也不由得舒畅了许多，心底哼唱起了上辈子比较老的通俗曲调。啊哈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忘记我叫王富贵。正经淡定。可能是太长时间没有被李长寿安排，九无师伯警惕性降低了许多，驾云径直落在了李长寿的面前。九无笑道：长寿啊，最近修行如何？这是已经归到7阶。不错不错，排在你前面的那些仙苗已经开始准备渡天劫之事了，你也要早早上心才是啊！李长寿微微一笑，言道：确实，渡劫是大事。有了2颗9转金丹打底，李长寿重新推算过，大概再准备个200-300年，就可以渡金仙大劫了。长寿，你找我来，可是有什么要事？师伯，咱们里面谈。李长寿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九无不疑有他，背着手跳进了丹房。李长寿开启丹房周遭大阵，扯来2只蒲团，请九无入座之后，沉吟2声。他隐去了情水之事，将昨日忘情上人与自家师祖的尴尬说给了九无听。此事当真？九无瞪着眼睛问。李长寿点点头。他们2个人在树下待了一下午，我师祖明确表达了想要更进一步，忘情上人也答应了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九无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眼底满是震惊。怪不得师父昨夜找我过去，问了个让我想了半天都没想明白的问题。现在我总算是懂了。李长寿眼前一亮，师伯祖问了什么？师父问九无耸着肩笑道，表情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廉价。我跟诗诗平日里相处都是做些什么？师伯你是如何回答的？那我肯定不能说那种上不得台面之话啊。九无叹了一口气。哎呀，我只是说我们平日里如何交流，没哎呀，我当时不懂师父的意思。不过就算我懂师父是在说这个，我也不敢指点师父这些呀。万万没想到师父这么多年竟是如此一心一意修行，当真让我做徒弟的汗颜。九无话语一顿。长寿，你素来鬼点子多，此事可有解决的办法？有。李长寿将自己所做的新婚宝录取出，递给了九无。师伯且看。这是春来秋去图？不，这个技术性比较强，细节不充分。李长寿说着说着，也是禁不住老脸一红。自己琢磨时是一回事，拿给别人看时又是另外一副心态了。九无郑重地打开这宽宝录，顿时眯眼定睛看了一阵。长寿，你竟懂这么多啊！画得很详细啊！也是一目了然，是个宝物呀！李长寿正色道：此物是正经之物，师伯您别笑。大家都是千百岁的人了，还不懂这些？九无话语一顿，苦笑道：差点忘了，家师对此就是不太明白。话说回来，此物虽好，应该只是初阶版，可有后续版？李长寿一脸黑线，只是为了师祖与师伯祖之事，弟子方才搞出此物来。李长寿正色：
现如今弟子渡劫在即，不宜分心。明白。九乌赶紧点头。你说的不错，安心准备渡劫之事就好。那此物我就拿回去呈给师傅了。李长寿又叮嘱了九乌几句，让九乌不要说这是他所化。九乌顿时有些不解，若让师伯祖知道这是弟子所做，不免让师伯祖联想到我家师祖，从而误会了什么。我家师祖对此事也只是听说过的程度。九乌沉吟两声，言道：长寿你放心，此物我就说是门内长老所赠。李长寿竖了竖大拇指，九乌又是嘿嘿一笑，立刻驾云回返破天峰。九乌虽然走了，但他那嘿嘿的笑声却是余音绕梁30辰不绝，让李长寿都禁不住跟着嘿嘿了几声。半日后，九乌驾云匆匆而回，对着李长寿眨了一下眼，道了句：搞定。师伯祖可看了？看了。九乌喜道：我亲眼看到师傅打开了那个宝图，顺便还将师侄女赠我的春来图送给了师傅几周。李长寿缓缓舒了一口气，随后与九乌对视一眼，这高矮忘年交顿时又嘿嘿地笑了起来。这笑声是对各自长辈的美好期许，这笑声寄托着他们对一段感情的美好祝愿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嘿嘿，红黄将拥有美好的明天。宝图送出去了，李长寿本打算不再继续多管此事，你说他还能咋办呢？总不能学俗世的某些地方的老妈子那样，在公子小姐新婚之夜在旁边现场指导吧。传声叮嘱灵娥这几日不要回草屋，就在灵兽圈旁的棋牌室修行，以免影响到小师祖发挥。李长寿就将心神主要落在了龙宫大宴上，留了少许的心神关注小琼峰的变化。但是让李长寿没有想到的是，隔了3、4日不见忘情上人的身影，又3、4日后还是不见忘情上人的踪影。一直到龙宫喜宴接近尾声，宾客们开始退场，忘情上人这边才还是没动。莫非是自己的那张宝图把富贵儿同志搞得有些害羞了？李长寿各种不明所以，为此也有些惆怅，自己的一番心血总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浪费了吧。李长寿又耐心等了2日，忘情上人跟师祖依然没有见面。江离二也有些纳闷，以为上次之事让忘情上人不开心了，亲自去了破天峰一趟，结果却被忘情上人的大徒弟911告知，忘情上人临时有所感悟，闭关了。该不会是闭关研究那宝录吧？那不是凡人一看都懂的吗？李长寿的心底泛起了这般可能性，禁不住一手扶额，心底百般滋味。海神道友，咱们是不是也该走了？月老传声问了一句，李长寿振作精神，看了眼周遭各处，宴席已是空了近半。该回去了。李长寿传声叮嘱了月老几句，叫月老稍后与龙宫送行之人如何言说。月老在此地说的每字每句都代表着天庭的态度，这些细节必须要注意。就比如此前李长寿跟月老称呼龙王都是龙王爷而不是龙王陛下，这就是此前李长寿叮嘱的细节。当下天庭一行与李长寿这个南海海神一同站起身来，一旁立刻有海女朝着后方传声，2位龙首老者与一位白发苍苍的龟仙人含笑赶来。月老笑道：一眨眼离了姻缘殿已有月余，孔师傅已是堆积如山，这便告辞回去了。在这儿再次恭贺敖乙得佳偶贤妻。多谢月老，多谢月老。
这位东海龙王的龟丞相连连拱手笑道：龙王陛下还有宾客招待，小仙送各位出水晶宫。善。月老含笑点头，身后的几位天将也是各自拱手行礼。这两位龙首老者与龟仙人各自还礼，一行人离了主殿，走过珍珠回廊，路过摆满了各类珍宝的前院，朝着水晶宫大门而去。远远的，月老就见到了那一道熟悉的身影。这次月老倒是没有上头，而是皱眉凝神，目中带着几分不忍。李长寿立刻传声：月老，莫要拆穿此事，这个便装我稍后自会处置。月老不动声色地眨眨眼，李长寿含笑点头，并未多说。总算月老克制着没有去多看那便装一眼。月老出了水晶宫，与3位相送的龙宫之人寒暄几句，待随行的那数十名天兵赶来会合，这才朝海面遁去。李长寿看着月老与玉帝化身离开的背影，心底微微一叹：哎，老铁啊，挺住吧，希望这次你的优秀表现能够和你教训玉帝之事在玉帝心中功过相抵。要是玉帝陛下给老铁你穿小鞋，可别怪我当时没有拦着你，我是真的拦不住啊。随之李长寿转身向那龟仙人笑道：三丞相，如今东海之事告一段落，我也该回了。海神为何不在龙宫小住几日？龟丞相忙道：龙王陛下还想与您秉烛夜谈，也曾叮嘱让您在龙宫多留2日。我就在海神庙之中，若有事要寻，直接来海神庙找我便是。那您能否稍等半日？龟丞相拉着李长寿的胳膊：陛下还要送您一份厚礼。不必如此。李长寿正色道：义兄是我海神教2教主，我来为龙宫出谋划策，本就是担心义兄，也顾念龙族平日里护卫海神教，礼物什么的送去安水城也是无妨。龟丞相眨眨眼，差点被晃了老腰，连忙点头称是。李长寿这一句指道人做了个道揖，便施展水遁，径直朝着西南方向而去。临走之前，李长寿还不忘看一眼坐在那儿失魂落魄的便装，嘴角撇了撇，调了一只藏在东海水晶宫附近的指道人，让这指道人朝东海的天涯海角而去，自然是等便装离开水晶宫之后再处置后续之事。这个家伙会不会被敖乙派人给揍一顿？不至于吧，便装也就是对科勒尔痴心了一些。我若是敖乙，或者是女版指道人被人给惦记上了，我会如何处置呢？李长寿习惯性的代入思考，很快就摇摇头。第一，我自身绝不会女装；第二，我的指道人若是出了这种事，自扬了指道人就是了。所谓宁死不弯，当如是。还是想想忘情上人这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李长寿一心二用，一边让这个青年练气士模样的指道人朝南海水遁而去，一边思索该如何调查忘情上人的状态。请掌门出面去找忘情上人，这有些不太好，还不如请万凌云长老过去一趟，用赠丹的名义看看忘情上人到底是真的闭关，还是故意躲着自家师祖。富贵儿闷骚我是知道的，但是纯情到这般地步，那就真的有些不合常理了。然而李长寿心底刚刚泛起这般念头，心底突然有一缕微弱的警兆。他看了眼这具指道人手腕上绑着的侧杆石，原本并未闪光的侧杆石，此时已经是轻轻闪烁起了深紫色光亮。李长寿不着痕迹地改变了一个方向，手心飞出了2条小小的剪纸游鱼。不多时，他就通过剪纸承载的元神之力，
探查到了10多道尾随自己的身影。真仙天仙混杂，2名天仙境巅峰，似乎是海族叛军。这些海族叛军竟然把主意都打到了我南海海神的头上，莫非不知我这只是一具化身？李长寿思索少许，打消了将计就计，看对方什么目的的念头。他与海族叛军不宜有任何交集，若对方偷袭，自己可以收集残魂，再看发生了何事。当下他继续不动声色地在海水之中施展水遁，又紧急调动潜藏在东海的指道人军团。对方来找他一个人的麻烦，应该不会调动10万之上的兵马。海水中，李长寿不断地施展水遁，朝指道人军团布下的埋伏阵而去。论反包围战，通过一些诸如止鱼等小技巧，李长寿已经确定，此时在追赶拦截他的大概有300余鱼，其中42名天仙境，其余都是真仙境。清一色的海族中人，大半都是人身鱼脑袋的鱼精造型，比较显眼的是几个身段妖娆的美鱼人，厚厚的鱼唇上还涂抹着明艳的艳红色不知名膏体，略微有那么一些刺激。李长寿已经连续几次躲开了对方的拦截，每当这些人想要合围，李长寿的水遁之法就会突然提速一截，刚好能够从对方的包围圈中挣脱出来。而不知不觉中，李长寿此时前行的方向已经是从东南变成了西南。他早已经一心多用，多线程操控。指道人军团抵达了一处东海中的荒岛，探查清楚了附近数千里内的情形。2支运输指道人将数十只放毒撒豆指道人在不同范围散出去，稍后备用。